有一台7×24小时不间断的电脑，帮你在睡觉、工作、度假中一直执行你的全自动交易程序，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前段时间呢，我在 uCloud 买了一台专为量化交易打造的云主机啊，跑了一个 AI 的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全自动交易系统啊，测试了一下啊，主机的体验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从这个交易云主机的注册啊、购买，一直到挂载 EA 的一个全过程啊。那么 EA 的话，你可以直接从我们的网盘中去下载。另外就是目前这个接入 DeepSeek 和 OpenAI 的 AI 大模型全自动交易系统啊，我会尽可能在年前把全部的资料啊，包括源码呀，还有这些讲解视频啊之类的，更新到我们的内部课程中啊，大家耐心等待。好，那么在我们正式实操之前呢，我先给这个不了解量化云主机的朋友啊，去讲透一个概念啊，就是为什么不要用你自家的电脑去跑量化交易。大家知道啊，挂 EA 是需要 MT5 必须7×24小时全天在线的啊，一旦你的这个软件掉线了 ，EA 的开仓呢、平仓、移动止损等操作啊就全废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说，那我自己的电脑我不关机不就行了吗？你是可以啊，但是你这样的话，其实它不光是一个电费或者说是硬件的一个损耗的问题啊，你真正的风险在于不可控啊。你想一想，你这个家里的 WiFi 啊，突然波动了一下啊 ，Windows 搞了个强制更新重启了，或者就是夏天停电了，甚至说你打游戏占用了 CPU 啊，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你的策略在关键时刻会掉链子啊。那么在金融市场，这种掉链子往往就意味着真金白银的一个亏损啊。这个损失可比你用自家电脑省的那一点钱要昂贵的多。另外，除了稳定性，还有一个隐形的这个利润杀手啊，那就是网络延迟啊。大家看我本地电脑的右下角的这个延迟数据啊，通常都是在两三百毫秒啊。高的时候可能会到五六百啊，因为我们的光纤呢要跨越太平洋去连接纽约或者伦敦的一个服务器啊，这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延迟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成交价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滑点啊。那么假设同样的一套策略，同样的行情，你在低延迟的环境之下，粗糙的讲，就举个粗糙的例子啊，比如说低延迟的环境下，你每笔订单可能只多出2块钱的一个滑点成本，但是你在200-300毫秒甚至400-500毫秒的一个高延迟环境下，那么长期下来，你的滑点成本很容易膨胀到2到3倍啊，就是把本来该赚的利润就是一点一点磨损掉了啊。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解决办法呢，也不是说去提升你家的宽带啊，而是使用一台专业的量化云主机啊，去缩短物理距离。那么我们今天用来演示的呢，就是使用的这个 uCloud 啊，优客德啊。那么它是在全球吧，有30多个可用区啊。它的机房位置呢，也是比较讲究的啊，都是距离交易所的核心服务器不到100公里的位置啊。那么这就相当于是让你物理上住在了交易所的隔壁啊。那么再配合他们的这个什么25G 的一个网络技术吧，就能极大的降低我们的交易的一个滑点成本啊。而你要做的也是很简单的啊，就是确认你的所使用的这个券商它的服务器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啊，然后你在这个 uCloud 选一个离它最近的一个节点即可啊。那么此外，作为国内的上市大厂呢， uCloud 它的这个全中文的技术支持响应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就是沟通零障碍。那么最关键的还是它的一个性价比啊。目前针对于量化这一块的话，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啊，就是新用户的话是有一个什么1.5折的一个折扣啊，并且它的购买流程呢也很简单啊，就非常适合我们国人使用啊。而且它的 Windows 镜像的话也是免费使用的啊，不像有些平台它还要交所谓的这个额外的一个什么版权费啊。那么既然我们的 MT5 它是必须运行在 Windows 图形界面上的，所以这一点就帮我们节省了不少的这个前期的一个成本啊。好，原理讲清楚了，接下来我就从头到尾去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们在这个活动页上，它这里刚好就有一个注册按钮啊，我们点击这里的注册。那么它的注册页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一个邮箱注册，一个手机号注册啊，大家使用手机号吧，这个很简单啊，就是把你手机号一输，然后把获取这个验证码一填啊，然后点击立即注册啊就可以了啊。注册好之后呢，大家还是来到这个针对于量化交易的活动页啊，那么从这里购买的话，它会有首单的一个1.5折的优惠啊，会很便宜啊。
我会把这个活动页放在评论区啊，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我一开始是不知道他们有这个活动啊，我就直接在这个后台的控制台购买了啊，就多花了不少这个 money 啊。对了，我这里还是要提一嘴啊，就是不管你是想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器提供商啊，都不要选择过于便宜的啊。就是我能理解大家的目的啊，但是你这样的话真的是不安全啊，尤其是你要在上面放一些平台的私钥，包括一些很敏感的数据啊。你过于的便宜的话，可能会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好，那么说回来啊，我们注册好之后呢，还是来到这个界面啊，来到这块内容啊，我这里呢就以我目前的这个 IC Markets 这个平台啊用来举例啊。那么我咨询他们客服呢，他们是得到他们的服务器是在纽约啊，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离它很近的，比如说欧美的这个华盛顿的节点啊，作为我们这个服务器节点的一个选择啊。然后规格这里的话，它就指的你的这个 CPU 和内存啊。那么新手的话，你的 EA 不会很多，你选择一个2和4G 的就够用了。但是如果你是要跑多个 MT5，并且每个 MT5 还要跑多个品种的话，那么为了避免我们用着比较卡啊，那么也可以选择4和8G 的，包括更多的它也是有的啊。这个都是看大家个人的需求啊。那么系统盘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80G啊，这个后续不够的话，它还是可以加的啊，而且很便宜啊，很便宜啊。好，其余的我们暂时不用配置啊。那么选好之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好，来到这个窗口的话，我们这里地域已经选择好了，不用再选了。然后镜像的话，我们就选 Windows 啊。注意啊，我们这里尽量去选它的这个中文版啊，因为如果你选英文的话，可能我们有些 EA 它是有这个中文汉字的一些提示的啊。你选英文的话，可能会不正常的显示啊。它这里这个提示不用管啊，它影响微乎其微啊。这个配置大家可以购买的时候再确认一下。私有网络对于我们挂EA来说无所谓啊。然后带宽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要求啊，因为它影响的就是一个远程操作一个丝滑程度啊，就不影响我们的交易啊。然后接下来这是我们的用户名啊，大家可以把它复制下来。放在旁边啊，待会儿我们会用到啊。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密码设置的话，你可以自定义密码，也可以随便的使用一个随机生成的啊，都是无所谓的啊，只要你能记住就可以啊。我这里先把它复制下来。好，一切都选择好之后，你感觉没问题了，那么下一步直接支付就可以了。它有支付宝，有微信啊，包括你也可以从后台充值余额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好，点击立即支付。好，支付成功之后，它会弹出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进入控制台去看一下啊。好，我们可以在控制台已经看到我们这台主机了啊，我们点击一下，然后可以打开它的一个详情页吧啊，然后我们可以等它这个状态，最开始的话它应该是部署啊或者初始化啊，只要它变成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啊，绿色的就代表它是部署好了啊。那么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快的啊，就是1分钟都要不到啊，很快啊。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啊，就是把它的外网 IP 复制下来啊。那么有了 IP，再根据我们刚才设定的登录密码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桌面连接了啊。如果你连接的过程就是连它这个 IP 的过程，你连不上的话，你可以先试着拼一下啊。如果拼不通的话，uCloud 我咨询客服的话，我记得应该是2次还是3次的免费更换 IP 的一个机会来着啊。反正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右下角有一个在线咨询啊，它这个客服的话，你有什么问题，它都可以帮你解决啊。好，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远程桌面连接了啊。那么我这里是使用 Windows 系统自带的一个远程桌面连接啊，它的快捷的启动方式是MSTSC 啊，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电脑上搜一下啊，就搜一下这个远程桌面连接啊。有些粉丝啊，他可能是因为系统的版本问题啊，就是一些家庭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导致它没有这个远程桌面连接的功能啊，那么你就需要使用第三方软件，比如 Rust Desk 等等之类的啊，进行这个远程登录啊。那么这个 Rust Desk 它是开源的软件，所以它是免费的啊，也不需要你注册啥的啊，就直接就能用啊。那么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去这个 GitHub 啊，自行去下载啊。那么针对于打不开这个 GitHub 大门的朋友啊，我也会把软件放在我们的网盘中啊，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下载啊。那么下载之后，你直接运行就可以使用啊。它的使用步骤和我们系统自带的这个远程桌面连接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是很简单啊。第一步，打开冰箱门。第一步，填入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外网 IP 啊，然后点击连接啊。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啊。用户名的话就是这个 administrator 啊，就是统一的啊，都是这个啊。然后密码的话就是我刚才复制下来的。然后没问题的话，我们第三步我们点击这个确认啊，它就能登录到我们这个云主机了啊。好，登录进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和我们平时用的 Windows 是一样的一个操作界面啊。我们这个待会儿再来看它啊。那么环境没问题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要挂载 EA， 还需要安装 MT5 啊。那么大家可以在自己平台的后台去下载。我这里呢还是以这个 IC Markets 用来举例啊。那么他们后台的话是有一个下载页啊。那么这里我们在这里点击下载即可啊。要下载这个桌面版啊，不要下载其他的版本啊。其他有些是手机其他设备的啊。我们下载这个桌面版。那么除了 MT5 的安装包之外呢，你挂载 EA 还需要 EA 可执行文件和指标文件啊。那么我这里为了举例啊，我还是使用我网盘中分享的 EA 啊。那么我这里的习惯的话，就是如果我只写了一个 EA 名称的话，那么就代表挂这个 EA 它是不需要外部指标的啊。但是如果说它不仅有这个 EA 名称，它还有一个指标名称的话，那么就说明挂这个 EA 不仅需要 EA 程序，还需要对应的指标程序啊，两个都要下载啊。那么就比如说这个 EA 来说，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个文件都给下载下来啊。好，我这里去网盘下载一下这两个文件，一个 EA 文件，一个指标文件都给它下载下来。好，那么我们的安装包、EA 文件还有指标文件都已经准备好啊。准备好这三个道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本地的电脑右键复制，然后打开我们刚才的这个远程桌面，然后右键给它粘贴上。好，传输完成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个 MT5 安装包进行安装啊。那么安装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你直接下一步就可以了啊，就没有什么太多好讲的。好，安装完成了，我们点击完成啊。不出意外的话 ，MT5 会自动的启动啊，然后我们就开始登录我们的交易账户。好，我们还是下一步，连接现有的交易账户啊，把我们的登录名和密码输入一下。好，点击登录之后，如果你的图表啊，包括这里的这个价格信息都已经显示出来了，并且你的日志也并没有出现任何红色的报错的话，那么就证明你是登录成功了啊。否则的话，可能就是你的登录有问题啊，你就得检查一下你的用户名啊、密码，或者说是你的服务器究竟有没有选对啊。好，那么大家这里看一下右下角的这个网络延迟啊，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在十几毫秒啊。那么它相比较我们本地的200-300毫秒来说，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就是提升了非常多啊，就是很不错。这对于我们减少滑点的一个交易成本啊，还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好，那么所有的环境都准备好了之后呢，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挂载 EA。好，大家看我鼠标的一个位置啊，我把这些都隐藏掉啊。大家看我鼠标的位置，我们点击导航栏的文件，然后打开数据文件夹，然后找到我们的 MQ15 这个目录啊，然后再找到这个 Experts 目录啊，这里就是放置我们的EA 文件的啊。好，我们在桌面上找一下我们的 EA 文件，就是这个文件啊，我们把它右键复制，然后粘贴到这个 Experts 目录下。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指标文件啊，返回到上一集，我们找到这个 Indicators 啊这个文件夹啊，那么所有的指标就是放在这里的啊。同样的，我们把刚才我们复制的这个粘贴到这里啊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三个文件就没有什么用了啊，你就可以把它删除掉啊。好，那么复制过来之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 MT5， 我们在这个指标这里刷新一下，然后在 EA 这里同样也给它刷新一下啊，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突然发现我这个 EA 好像下载错了啊，把它删掉，重新下一下啊，指标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好，我们下载这个啊，不然的话它指标和 EA 不匹配的话，你是挂载不成功的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根据这里的对应的关系来啊。好，那么我把这个删除掉啊，应该是下载这个的。好，还是把它 Ctrl+C 来到我们的远程桌面，我们 Ctrl+V 给它复制粘贴过来，然后我们把压缩包里面的这个可执行文件给它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EA 目录下，粘贴。
OK， 重新刷新一下。好，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啊，这两个是对应的啊。那么运行的话也是比较简单，我们直接按住这个 EA， 然后把它拖到你要做的这个品种，包括周期之上啊就可以啊。然后这里记得大家要把这个允许算法交易给它勾选上啊。然后输入参数，这里的话建议大家根据我的视频逻辑啊去详细看每个参数它的含义啊，因为每个 EA 它所要做的这个交易逻辑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的频道呢已经分享了很多相关的这个稳健性测试类的啊，包括策略评估类的一个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学习一下啊。唯一重要的是这个 EA 的唯一编号啊，也就是它的 magic number 啊，这个参数很重要啊。那么如果你是同一个账户要挂多个 EA 的话，那么一定要把这里的数值给它设置成为一个唯一数啊，就是你 EA 与 EA 之间它的魔术号是不能冲突的啊，否则的话它会让你的这个交易混乱啊，因为代码的话它会认为同样的魔术号的话，尤其还是同样的这个交易品种的话，它认为它是一个同样的逻辑啊，它就会混乱啊。但是你这里只要把它设置成为唯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点击确认。好，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的这个博士帽的图标还是灰色的，那么我们在菜单栏上找到这个算法交易的按钮，我们给它点开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博士帽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图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 EA 就已经完全挂载好了。这个指标的话，如果你想看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拖入到这个图表中啊。当然你不拖的话也是可以的啊，因为 EA 它自己会识别到啊。好，到此为止呢，我们的从服务器的购买、部署，一直到 MT5 安装以及 EA 的挂载就已经全部讲完了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啊。如果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啊。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